这里富豪遍地，美女如云，人均 GDP 曾是全球最高，甚至几乎没有税收，被称为避税天堂。这里地狭人稠，寸土寸金，北京市区一套房的价格只够在这里买一个厕所。这里是最容易让人一夜暴富的国家，甚至创造过全民富翁的奇迹。这里就是我们本期影片的主角摩纳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摩纳哥，一个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多一点，人口不足4万的地中海小国，因为它只比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稍大一点，因此获得了世界第2小国的称号。当地人吃完晚餐下楼散个步，可能一不留神就到了法国。摩纳哥地方虽小，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。根据2018年的数据显示，摩纳哥人均 GDP 接近20万美元，高居世界第1，比第2名卢森堡几乎多了1倍。摩纳哥本地人的人均收入高达40万美元，豪车、别墅在这里随处可见。那么，这个富得流油的弹丸小国是从何而来的？它又为何会如此富有？这就不得不提到摩纳哥国内的支柱产业博彩业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赌博。摩纳哥历史上曾先后被西班牙和法国殖民，但在1861年，摩纳哥同法国签署协定，成为了独立国家。但代价是它的领土由20平方公里缩小到不到2平方公里。虽然摩纳哥人从法国那里争取到了国家独立，但当时的国王查理3世却始终高兴不起来。因为摩纳哥独立之后，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。除了背靠阿尔卑斯山的余脉，面朝蔚蓝的地中海，摩纳哥经济发展可以倚仗的自然资源实在是少之又少。可为了发展经济，查理3世必须要做点什么。于是他下令开放了在法国统治时期不被法律允许的博彩业，以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。1865年，查理3世在市区北边开设了全国第1家赌场，名为蒙特卡洛大赌场。查理3世没有想到，正是他的这一创举，成功缔造了蒙特卡洛奇迹，让摩纳哥的经济迎来了腾飞。蒙特卡洛大赌场是由巴黎歌剧院的设计师查尔斯·加尼耶亲手打造，内部的天花板和墙壁古典瑰丽，犹如一座豪华的宫殿。这吸引着欧洲大陆的众多赌客，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，追求一夜暴富的梦想。在巅峰时期，蒙特卡洛的博彩业带来的收入竟占到了全国收入的90%以上，并同时带动了旅游业、服务业、金融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。加上摩纳哥是从意大利到法国的铁路线上的重要站点，这条重要的铁路干线把欧洲大陆富甲一方、挥金如土的豪客们源源不断输送到这里。人们慕名从4面8方赶来，在赌台上放下各自筹码的同时，也将巨额的财富留在了这个国土面积比颐和园还要小的弹丸之地。不过，摩纳哥法律严禁本国公民参与赌博，即使王公大臣也不例外，因此在蒙特卡洛一掷千金的永远都是外国游客。这种让外国富豪带动本国经济的做法果真收到了奇效。如今，蒙特卡洛已经成为与澳门、拉斯维加斯齐名的世界3大赌城之一，摩纳哥也早已从穷国变成了富国。而蒙特卡洛之所以迅速崛起，除了优秀的自身条件外，也少不了传奇的故事。比如，一位英国机械师刚好发现了赌博机械的磨损，并利用这一缺点赢走了32.5万美元，一夜成为了富豪。还有一个叫做查尔斯·威尔斯的英国人，带着4000英镑走进了蒙特卡洛赌场。等到他再次出来的时候，4000英镑已经变成了100万法郎。没有人知道威尔斯为何赢这么多钱，或许是他如那个机械师一样发现了漏洞，或许是他有着高超的赌博技巧，但更多的人都将之归结为运气，因为来这里赌博的人都坚信一时的好运可以改变半生的命运。于是，等到威尔斯再次来到蒙特卡洛赌场时，很多赌客都跟着他下注，大赚了一笔。到最后，赌场老板不得不限制每场下注的人数。威尔斯在蒙特卡洛赌场大杀四方的消息不胫而走，越来越多的人专门来到蒙特卡洛赌场观看这一传奇赌王的诞生。威尔斯不负众望，13个小时掏空了12张赌桌的庄家资产，赢得100万法郎，塑造了自己的传奇。威尔斯的经历让很多人坚信，在这里赌博真的能够改变命运，他们对于蒙特卡洛赌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。
而赌场的老板也趁机对外宣传，秉持唯一的信念，谱写生活的传奇。这唯一的信念就是一个字：赢。而想要赢，就看个人的运气了。在威尔斯之后，蒙特卡洛赌场名声大噪，迅速成为了欧洲甚至世界最知名的赌场之一。而摩纳哥也凭借赌场生意，经济迅速发展。当地人虽然不参与赌博，但却都服务于赌博，并将赌博融入日常生活中，让外来游客时刻感受这种氛围。当你来到摩纳哥，走进旅馆的时候，旅馆的服务员会出示所有的房间号码，你可以选择一个。如果你运气够好，在下午兑奖时中了1等奖，就可以获得房租全免的特殊优待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中奖，也不用付出任何代价。同样的，在吃饭时也可以参与赌博，服务员会将一个金属牌放在盘子里，你可以拿着它到前台兑奖。这样的事情在摩纳哥还有很多，它无形中激发着游客的兴趣，测量着游客的运气，驱使着他们进入蒙特卡洛赌场参与一场惊天大赌。而事实也是如此，从2战结束后，好莱坞明星、富商、金融巨鳄等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在闲暇时刻都会来到这里，在享受地中海风光的同时，他们不介意测量一下自己的运气。而这些人无形中又成为了蒙特卡洛赌场的宣传。当然，如今的摩纳哥能够富得人尽皆知，不只是博彩业的功劳。摩纳哥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可控性，为摩纳哥创设高度自由的金融环境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条件。摩纳哥银行可以为客户奉上专业而慎密的个人资产管理服务，受到很多大亨的欢迎。除了金融机构服务，摩纳哥政府还制定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政策，免除个人所得税的征收，这对摩纳哥外来资本的吸收有着巨大无比的吸引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里的免征个人所得税不仅包括摩纳哥本国人民，还包括法国、西班牙等外国人。他们只要定居在摩纳哥，成为了这里的居民，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。试问这样的政策，谁不心动呢？除了豪车、游艇和赌场，摩纳哥的另一个代表性的炫富标志就是 F1 级方程式赛车。第一届 F1 摩纳哥大奖赛是1929年举行的，而首届世界1级方程式锦标赛是1950年诞生的，比摩纳哥大奖赛晚了21年之多。并且从1929年起，摩纳哥大奖赛就得到了皇室路易斯2世王子的支持，而且这一传统很好地保留下来。除此之外，摩纳哥的赛道也非常具有特色，多弯且狭窄的赛道导致车手在驾驶过程中必须不断换挡。有数据统计，在比赛中平均每跑1圈，车手需要换挡62次，整场比赛下来，换挡次数多达4200次。摩纳哥赛道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点是，其他国家的赛道一般都建在偏远的郊区，而摩纳哥的赛道大部分都是从市区穿行而过，有的部分甚至距离海边仅几步之遥。那些富豪们坐在游艇上就能享受到比赛的乐趣。长此以往，使得这里每年比赛的时候都是富豪扎堆。各国的王室贵族、达官显贵，还有娱乐圈、体育界的明星大腕，纷纷来到摩纳哥欣赏美景，观看 F1 比赛。因此，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允许你到摩纳哥旅游度假，甚至移民，就会发现这里真的遍地土豪，且没有穷人。当然，这里没有穷人的根本原因，是因为这个国家无论是政策、生活成本，还是国内的主流行业，都决定了他们只会对富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，而穷人根本没有能力踏入这片土地。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，摩纳哥的人口构成非常奇葩，近3/4都是外国人，真正的本土居民只有不到1万。说白了，摩纳哥的政府从来没有解决贫困的问题，他们也不是靠自身奋斗脱贫致富的，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国家打造成富人的乐园罢了。昔日的贫穷小国彻底赌成了富豪之国，然而这样的富裕之路却无法复制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豪赌是什么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